好奇的乔治去海边，玛格丽特和 H.A. 雷原作，崔维燕译，Vipa Interactive 公司编绘。这是乔治，他和好朋友黄帽子叔叔一起生活。乔治是一只可爱的小猴子，总是对什么都很好奇。今天，黄帽子叔叔给了乔治一个惊喜，他要带乔治去海边。他们在热乎乎的沙滩上找了一块空地，没想到还碰见了好朋友贝蒂。快看，贝蒂，他的奶奶说，那不是好奇的乔治吗？可是贝蒂脸上一点笑容也没有，他从没在海里游过泳，心里很紧张。我听说你游泳很棒，黄帽子叔叔鼓励他，下去一次你就知道有多好玩了。贝蒂听了，感觉好多了，跟着奶奶向海边走去。乔治帮黄帽子叔叔铺上毯子，把盛午饭的篮子摆好。他盼望早点开始野餐，不过午饭时间还早呢。那就先玩一会儿。乔治来了精神，他学了一个新游戏，挖了一会儿沙子，还交了一个新朋友。猴子可会交朋友呢。当乔治直起腰时，看到了救生员。他坐在一张特制的椅子上，不时地吹起哨子。有时他还拿起望远镜朝远处望一望。当救生员真有趣。乔治很好奇，他也能当救生员吗？过一会儿，救生员去休息了。哇，乔治的机会来了。从特制的椅子上望着下面的人群，乔治觉得自己像个救生员。他拿起望远镜望了望，海边可看的东西还真不少呢。天上，海鸥在飞，再往下能看到贝蒂，他好像还是不敢下海。这时，救生员发现了乔治。喂！他大声喊道：那儿可不是猴子该坐的地方。虽然乔治觉得猴子坐在这儿正合适，不过他可不想惹麻烦，赶紧溜了下来。回到放篮子的地方，乔治饿了，想吃点什么，就吃一块饼干，没人会发现。乔治想，他拿出一块饼干，放在餐巾上。看上去不错。如果再有点奶酪，咦，饼干怎么不见了？他只好再拿一块。乔治去拿饼干，当他转回身来，啊，奶酪又不见了，谁拿走了他的点心？乔治很好奇，他放下饼干，悄悄地等着。这下乔治看见了，是海鸥，它好像还没吃饱。乔治又拿出一块饼干，海鸥从他的手里把饼干叼走了。喂海鸥真好玩。乔治看到海边落着一群海鸥，贝蒂也在那儿。乔治很好奇，那些海鸥是不是也饿了？没错，它们也很饿。一会儿，乔治就被海鸥包围了。他喂不过来，贝蒂也来帮忙。他们从篮子里拿出饼干、曲奇、一个大蛋糕和所有做三明治的面包。可是
海鸥们还是没吃饱。乔治想再拿些点心喂它们，发现篮子不见了。刚才他和贝蒂太开心了，根本没注意到涨潮了。野餐的篮子被冲到了海里，乔治很难过，他不想丢掉篮子。怎么才能把它捞回来呢？乔治赶紧想办法。他想起了救生员。虽说乔治不是救生员，但他知道怎样去救回篮子。很快，他找到了一块冲浪板，拿起来朝海边跑去。乔治跳上冲浪板，一点儿一点儿地朝篮子划去。乔治划得离海岸越来越远，终于他抓住了篮子。贝蒂欢呼起来。当乔治往回划时，贝蒂迎着他游过去。乔治平安地回到岸上，大家都高兴极了。救生员从他特制的椅子上看到了这一切。他说：“真棒啊，简直就是一场大营救。”乔治很得意。黄帽子叔叔拿起篮子，觉得有些奇怪。乔治，这是我们的篮子吗？可怜的乔治，他费了半天劲儿，救回的是一只空篮子。他们没法在海边野餐了。这时，贝蒂的奶奶说：“没关系，和我们一起吃午饭吧。我们带了很多。看呐，我们得庆祝一下，好好谢谢乔治啊。”真值得庆祝。贝蒂赶下海了。他在海里自由自在地游着，一点儿也不害怕了。大家跳进海里，和贝蒂、乔治游了一会儿。终于午饭的时间到了。三明治、薯片、香蕉、甜饼、西瓜，足够大家吃的。还有一点富裕，可以喂海鸥呢。